大家好，我是阿梅。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在某个平凡的夜晚，你打开电脑，原本只是想随便看看，结果不知不觉中，你的购物车里多了一款又一款的游戏大作，也许是刚上架的《恶灵古堡》，或者是那款你一直想跟朋友连线的独立游戏。你看着特卖会的绿色标签，嘴角不自觉地上扬，然后心甘情愿地按下结账。而在这个庞大的数位帝国背后，站着一个男人，玩家们给了他很多称号，游戏开发者、科技大亨、亿万富翁，但我们最习惯的还是亲切地叫他一声巨胖。他是一个传奇，他身价超过40亿美元，但他却会亲自回复玩家寄来的电子邮件。他掌管着全球最大的 PC 游戏平台，但他拒绝上市，拒绝华尔街的资本游戏。他甚至创办了一家没有老板、没有经理的公司，员工的办公桌底下装着轮子，想做什么专案自己推着桌子过去。在这个每家科技巨头都在疯狂追求订阅制、追求点击率，试图把每一滴流量都榨干的时代， Valve 和 Steam 却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今天我们不只要聊 Steam 是怎么崛起的，我想带你回到1980年代，去看看一个热爱写程式的大学生是如何在微软帝国的摇篮里看见了不同的未来，又是如何用一把红色的物理学圣剑敲开了游戏历史的新纪元。这是 Gabe Newell 的故事。故事要从1980年的哈佛大学说起。年轻的 Gabe Newell 进入了这所顶尖学府，但他很快就发现学校能教给他的东西似乎不太够。他曾在访谈中开玩笑地说，在哈佛我学会了如何在雪地里倒立喝啤酒，这虽然是个有用的技能，但对开发软体来说帮助不大。1983年 Gabe 决定休学一阵子，去华盛顿州西雅图探望他的哥哥。当时他的哥哥正在一家名为微软的年轻科技公司上班。那时的微软还不是现在的超级巨头，整间公司不到300人。Gabe 每天就在微软的办公室里闲晃，看着这群宅男工程师敲打着键盘。这举动惹恼了当时微软的销售负责人 Steve Ballmer。Ballmer 对着他说，如果你整天要在这里占用空间，不如做点有用的事，现在就辍学，给我来写 Windows 的程式。对于一个渴望接触真实专案的开发者来说，没有什么比直接跳进业界的泥沼里更能让人快速成长的了。Gabe 听了进去，他成为了微软的第217号员工。他在微软一待就是13年，这段期间他展现了惊人的工作狂特质，甚至曾经把睡袋带到办公室，整整1个月日夜不休地写程式，因而获得了疯子诺尔的称号。随着微软在1986年上市，股票价格翻了近100倍，微软内部诞生了上万名百万富翁， Gabe 也是其中之一。当其他同事拿着这些钱去买保时捷、买农场，甚至买保龄球馆的时候， Gabe 的心里却在酝酿着另一个计划，改变他人生的转捩点是一款由 ID Software 在1993年制作，叫做《毁灭战士》 Doom 的游戏。那时候微软做了一项调查，想知道大家买了电脑后都在安装什么软体，结果让微软高层大跌眼镜，占据第1名的不是微软的产品，而是色情软体和毁灭战士。 Gabe 非常震惊，他心想，一家位于德州只有12个人的小公司 ID Software， 发行量竟然超越了全球最大的软体公司微软。他更着迷的是 ID Software 的商业模式，他们不需要微软那种500人的庞大销售团队，不需要透过一层又一层的中间商，他们把游戏的前几关当作试玩版免费发送，玩家觉得好玩就直接向开发者买完整版。这是一种开发者直接对接玩家的模式。这颗种子深深埋进了 Gabe 的心里。1996年，他与微软的同事 Mike Harrington 决定辞职，拿着他们在微软赚来的钱，创办了一家新的游戏公司。这家公司叫做 Valve。 当你脱离了舒适圈，迎来的往往是残酷的现实。当时市面上的 3D 设计游戏大多像雷神之锤 Quake 一样，充满了肌肉、血腥，没有什么剧情可言。但 Valve 想做一款有灵魂、有故事的游戏，他们借用了 Quake 的引擎，开始开发他们的第1款游戏《战慄时空 Half-Life》。Gabe 对这款游戏有一个核心要求，
世界必须对玩家的行为做出反应。如果你拿铁锹敲墙壁，墙上必须有痕迹；如果你开枪，敌人应该会还击或逃跑。他不要只是真实，他要的是有趣。但在开发了将近1年后，他们遇到了一个巨大的危机。当团队把所有人做的关卡拼凑在一起时，他们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这游戏根本不好玩，关卡之间毫不连贯，叙事七零八落。当时他们把自己关在会议室里玩了2天的测试版。一位员工回忆， Gabe 当时转过身，抓着头发，嘴里不断念着：我们要失败了，我们要失败了。那是1997年，他们本来要在假期前发布游戏，而且 Sierra 出版社已经砸下了大量的宣传预算。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硬着头皮把这坨半成品推上市，或者全部打掉重练。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短期利益的商人，你会选前者。但 Gabe 不是，他决定延期。他留下一句后来成为业界名言的话：迟到只是一时的，但烂是一辈子的。 Late is just for a little while, suck is forever。 因为 Gabe 和 Mike 是用自己的钱投资公司，他们有底气撑下去。团队重新振作，关卡设计师、工程师和美术人员组成了一个被称为阴谋集团 Cabal 的核心小组，彻底重构了游戏。1998年底，战力时空正式上市。结果呢，它不仅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更彻底重新定义了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它证明了射击游戏也可以有深刻的剧情，也可以让玩家沉浸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那一年 Valve 的团队为此庆祝，他们用铁锹砸烂了一个食脑虫 Headcrab 造型的皮纳塔。然后 Gabe 请所有员工和他们的家人去墨西哥度假。这是一个完美的创业故事，但 Gabe 的野心不仅仅是做一个好的游戏开发商而已。时间来到2003年，如果你是那个年代的 PC 玩家，你一定记得那段痛苦的记忆。当时盗版游戏满天飞，只要在网络上搜寻几分钟，你就能免费下载到最新的大作。而对于正版玩家来说，玩连线游戏更是一场噩梦。你必须手动去论坛找更新档，下载那些庞大又容易坏掉的修补程式，才能跟朋友连线打一场绝对武力 Counter-Strike。 为了整顿这个混乱的局面， Valve 推出了一个名为 Steam 的软体。一开始玩家简直恨透了 Steam。 2003年的时候，全美国只有大约 20% 的家庭拥有宽频网络，要玩家随时保持连线才能玩游戏，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理喻的要求。但 Gabe 展现了他铁腕的一面。2004年，《战力时空2》上市，这是一款全球玩家引颈期盼的神作。但 Valve 设下了一个霸道的规定，即使你买了实体光碟，你也必须安装 Steam， 注册账号，并连上网络认证才能玩。无数玩家在电脑前对着载入画面破口大骂，但他们一边骂一边还是乖乖注册了 Steam。 就这样， Valve 用最硬核的方式把成千上万的玩家绑上了这艘数位时代的大船。为什么 Gabe 要这么做？他真的是为了防止盗版吗？ Gabe 曾说过一段极度震撼业界的话：我们其实不怎么担心盗版。业界对盗版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些人就是不想花钱，但当你看到他们花$2000买高阶电脑时，很显然他们是愿意花钱的。盗版总结就是一个服务上的差异问题。他举了俄罗斯的例子，当时大家都说俄罗斯人只玩盗版，但 Gabe 发现那是因为盗版商提供的服务比正版游戏公司好太多了。盗版商有在地化翻译，发布时间甚至比官方还快。当 Steam 开始在俄罗斯提供同步上市，完整的在地化服务后，俄罗斯的盗版问题就大幅减少了。这就是 Steam 的核心逻辑，只要你提供比盗版更方便、更安全、更无缝的服务，玩家就会心甘情愿地掏钱。他们做到了自动更新、云端存档、好友连线。工作坊 Steam 不仅仅解决了盗版问题，它创造了一个超过1亿款游戏，每天有超过4000万人同时在线的数位乌托邦。他们赢得了资本主义的游戏，却依然保持着在玩家心中的神圣地位。假设你是一位工程师，一定会经历被 deadline 追着跑，被 PM 不断要求改规格的痛苦。但如果你在 Valve 工作，这一切都不存在。在 Valve 流传着一本神秘的员工手册，里面写着，在 Valve 没有人有正式的主管，专案是完全自发组织的，
员工100%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要花在哪里。如果你觉得某个案子很酷，你就把那张装着轮子的办公桌推过去加入他们。手册里甚至明白写着，在 Valve 从来没有人因为犯错而被解雇。这种极度自由的文化催生了游戏史上最伟大的几个作品，而且很多都是从玩家社群里发掘出来的。他们发现有一群玩家利用站立时空的模组做出了警匪对战游戏，于是 Valve 把他们招募进来，诞生了绝对武力 Counter-Strike。 他们看到了魔兽争霸3里的一张自定地图，于是招募了开发者 IceFrog， 打造了席卷全球的 Dota 2。 Valve 最厉害的地方在于，他们不把玩家当成提款机，而是把玩家当成最重要的开发者。他们开放工具，让社群的力量为游戏注入源源不绝的生命力。但这几年 Gabe 的目光已经不在传统的电脑荧幕上了。如果你手边有一台 Steam Deck 并曾经沉浸在改装它按键或软体的乐趣中，你就能体会 Gabe 的野心。他曾大胆预言 Linux 才是游戏的未来， Steam Deck 就是这个信念的具体表现。他不要平台被单一厂商绑死，他要打破封闭的生态系，而更疯狂的还在后头。 Gabe 现在花费大量的时间投入在一家名为 Starfish 的脑机界面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研究公司。他认为在未来的10年内，我们将能够直接读取并刺激人类的神经系统。他甚至在一场访谈中说过，未来的现实世界相比于我们能直接在你大脑里创造的体验，将会显得平淡无色且模糊。从作业系统到游戏引擎，到数位平台，再到硬体设备， Steam 已经悄悄地渗透我们生活周遭。而现在 Gabe Newell 要害尽的是人类的大脑。故事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停下来，用诚实的眼光来看看这家公司。 Valve 不是一家慈善机构，它存在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且他们非常会赚钱。 Gabe Newell 现在住在一艘游艇上，每天过着工作和潜水的日子，甚至正在建造一艘造价高达4亿美元的超级游艇。伴随着巨大财富而来的是不可忽视的争议。首先是那个著名的 30% 抽成，许多独立开发者抱怨 Steam 对每一笔交易抽取 30% 的利润，这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显得过于沉重。对比 Epic Games 的免抽成或较低抽成， Steam 依靠着其近乎垄断的市场地位，透过最惠国待遇条款 MFN 迫使开发者无法在其他平台提供更便宜的价格。更具争议的是他们一手推广的战利品箱 Loot Box 机制。从绝地要塞2 TF2 开始， Valve 发现卖虚拟装备让玩家像赌博一样抽箱子，比辛苦开发一款新游戏赚钱多了。据统计，仅在2023年 Valve 就靠着绝对武力的抽箱机制赚进了10亿美元。这也让无数青少年深陷类似赌博的成瘾之中。再加上那自由到不可思议的办公室文化，也导致了专案经常停摆。这也就是为什么玩家们总是戏称 Valve 不会数3，因为在没有管理层压迫的情况下，没有人愿意去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续作开发。曾经备受期待的卡牌游戏 Artifact 更是以惨烈的失败收场，流失了 95% 的玩家。这就是现实的 Valve， 不完美，甚至有点贪婪。但为什么我们依然对 Gabe Newell 对这家公司抱有一丝敬意？也许是因为在一个被华尔街财报、被无止境的订阅制、被强迫观看广告所绑架的科技产业里， Valve 始终保持着未上市私人公司的身份。他们不需要为了迎合股东而每个季度交出漂亮的财报，他们不会为了冲高留存率而做出违背玩家体验的决策。当 Gabe Newell 决定花好几年时间砸下重金去开发一个根本没有多少人买得起的 VR 设备，或是推动一个基于 Linux 的开源掌机 Steam Deck 时，没有董事会能阻止他。他始终贯彻着他当年离开微软时的那个信念，专注于为你的顾客创造价值，其他的一切都会水到渠成。Late is just for a little while, suck is forever, right? Gabe Newell 从来没有把自己包装成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他只是一个喜欢写程式、喜欢潜水、喜欢打游戏的微软前工程师。
他打造了一个帝国，改变了我们消费和体验数位内容的方式。在这个一切都讲求速成、追求短期利益的世界里， Gabe 选择了一条漫长，甚至有时候看起来有点慵懒的道路。但他用几十年的时间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只要你愿意把使用者当成有智慧、值得被尊重的个体，只要你愿意提供真正好的服务，我们会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你。这就是 Gabe Newell 的传奇故事。Steam 也是我最喜爱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认识了许多朋友，也与朋友创造了无数的回忆。只要 Steam 平台仍然存在的一天，只要特价没有结束的一天，我就会继续支持 Valve。即使买的游戏可能从来没有玩过，但我知道我每一分花出去的钱都是在让开发者与 Valve 让游戏环境变得更好。这样我也是在间接的影响游戏世界。这样即便是微小的力量与改变，都可能最终产生巨大的变化。我是阿梅。如果你也喜欢 Steam， 或是对 Steam 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留言区讨论。那么下次见。